接下来呢，我们讨论第二种求解方法，就是图解法。我们以这么样一个简单的包含一个非线性电阻元件的电路为例，这一点呢就非常类似于我们此前在讲授替代定理时举的那个例子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相同的端口电压电流下画出它们的 UI 特性。对于左边的来说，我们可以写出 U 等于负 R1 乘以 I 再加上 US。对于右边，当然它有一个非线性的关系，假设是流控型 U 等于 Fi。那么于是呢，我们就可以在统一的一个 UI 平面上，首先把左边的 UI 特性画出来，它与横轴的交点是 US， 纵轴的交点是 US 比上 R1， 这一点我们此前讨论过。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非线性关系画出来，假比它是这样一个形状的话，我们发现这个交点就是我们此前定义的工作点。在这里，我们给它更准确的名称叫 quiescent point， 简称叫 Q 点。quiescent 的意思就是静态或者静止的意思。那么有静就有动，在 quiescent point 周围会有一些扰动，这种情况我们将在后面几讲给大家做介绍。刚才讨论的是最简单的情况，那么如果这样一个非线性电阻与一个包含独立源、受控源和线性电阻的复杂一端口网络相连接的话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同学们如果在这里能够想起来，从这儿往左看，它们可以等效成一个戴维南的话，那说明你此前的学习是有效的。是的，我们对于左边的这个一端口网络，可以用一个戴维南 UOC 和 RI 来对它进行等效，那么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相对于非线性电阻来说的等效电路。于是刚才的图形求解法就依然适用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图解法的特点。它的步骤是分成两步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首先需要从非线性电阻向外看，其他的电路用戴维南定理把它转换成一个开路电压和内阻的形式。其次，我们要在相同的端口电压电流定义下画出它们的 UI 平面上的特性曲线，寻找到交点就是静态工作点，于是就完成了整个分析。当然，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这样的：首先，它非常简单；其次，直观，并且呢，这个交点是具有明显的物理含义的。这个物理含义我们此后会继续讨论。但是它也有非常明显的缺点。第一，它牺牲了精度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图上来得到的，因此得到的数值是有一定误差的。此外呢，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戴维南定理，是因为从那个非线性电阻向左看，全部是需要是一个线性子电路，因此呢，它只适用于包含一个非线性电阻的电路，这就是这种方法的另外一个缺点。好了，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。